俄罗斯前副总理称，只要美国不对台军售，中国就能让乌克兰速胜。这是什么逻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虽然中国一再表示不会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但是俄罗斯国内的一些政治人物仍然对此抱有幻想。比如被称为俄罗斯当代战神的斯特列科夫就认为，只有中国根据武器租借法案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俄军才有可能在战场上获得胜利。日前，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记者会上批驳了白宫把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与中国军援乌克兰的可能性进行类比，并痛斥美国玩双标。但没料到，俄罗斯前副总理阿尔弗雷德·赫发现了新的危机。他声称，只要美国停止对台军事援助，中国就会让乌克兰快速击败俄罗斯。好像中国准备拿军援俄罗斯一事与美国对台军援问题进行交易。那么俄罗斯的这位副总理的逻辑是什么呢？他认为秦刚外长上述言论是在向美国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用美国对台军售与中国对俄军援进行对等交换。他能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因为类似的观点在网上也有很多支持者。从国际法的角度看，美国对台军售武器是在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了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及联合国宪章关于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规则。虽然俄军在乌克兰土地上的作战同样违反了领土主权完整的国际规则，如果中国向美国学习，既然白宫可以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中国为什么不能军事援助俄罗斯呢？此外，对秦刚外长的表态感到担心的还包括美国。白宫发言人科比针对秦刚的表态作出回应称，美国对台军售是基于多年来的传统，帮助台湾地区建立自卫能力，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你可以把他的言论理解为美国可以对台军售，但中国不能军事援助俄罗斯，这就是典型的驰名双标、强盗逻辑。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秦刚外长把美国对台军售与中国军援俄罗斯的可能性进行类比呢？首先，他点出了美国的要害问题是在法理和规则上搞双标，用对台军售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是绝不允许的，我们坚决反对。因此，我们根本不会用中国军援俄罗斯与美国对台军售进行交换。何况中国对俄乌冲突的立场非常明确，保持中立，劝和促谈，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要军援俄罗斯。中国不会加入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战争中。第二，中国与美国的外交信誉、外交准则不一样。美国仗着自己是超级大国，可以不顾廉耻、出尔反尔，在国际社会随意挥霍自己的外交信誉，而中国处于影响力的上升期，从来都是说话算数。中国既然提出了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主张，就会保持绝对的中立，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出口武器装备就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另外，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以包括欧盟、俄罗斯、乌克兰在内的各方进行经济合作。中国也有实力选择不站队。第三，中国反击美国的对台军售有一套相对成熟的策略，如制裁美国的那些对台军售的军工企业，在外交层面给予强烈谴责，通过军事行动对台进行威慑等等。这是一项长期的斗争，通过法律手段和军事手段对美台勾连进行坚决的反击，才是中国大陆当前合理的选择。第四，像美国这样有不良记录的国家是不可能拿对台军售与中国大陆进行交换的，对这一点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美国的对台军售是可以交易的话，那么白宫想要的可不只是中国不军援俄罗斯，而是要让中国在涉及到中美战略竞争的所有重要领域都做出让步，比如放弃发展高端芯片产业，购入更多美国的国债等等。各个国家所坚持的核心政策和战略利益是不可能被拿来做交易的，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这样。美国的最大利益
就是利用台海问题牵制中国的崛起，以利于其在中美竞争中获得优势。所以，对台军售是美国不可能放弃的一张牌。无论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一样，他们之间的差异仅仅是军售的额度不同而已。中国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但不会用不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去交换，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中国要破解美国对台军售这张牌，最简单有效的手段就是使用强力摊牌。只要两岸完成了统一，美国人手中的牌就彻底废了。在此之前，通过对美国的相关企业和个人实施严厉的制裁，让美国的反华政客们得不偿失，就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